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節目一開始先歡迎來賓，前立委蔡正元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中東情勢要帶觀眾朋友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哈米尼現在已經正式的坐鎮在地下碉堡裡面了，要指揮全面的作戰。另外一頭，今天會持續來關心到的是美國的航母現在逐漸已經要殺進波斯灣了。另外一方面，還有戰斧454枚已經上膛，而且川普喊話了，他說伊朗核武已經正式的離他造出來只需要2個月的時間。美伊在這個攤牌時刻，我們今天會來關心是會美國先打貪伊朗，還是伊朗先造出核武？今天會一起來做解讀3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讀的是，伊朗現在正式的進入在全面作戰了。剛剛提到的哈米尼，除了坐鎮在地下碉堡之外，今天也會來關心到，不管是在地下，其實呢，伊朗它也有秘密的這個藏飛彈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多的量。那影子航空則是在這個天空呢，它走私各種的武器，所以現在武器得到的速度等等都還算蠻快的。另外就是核進度了，現在到底如何了呢？伊朗真能撐過美以的第一波打擊嗎？今天會做解答。第二件事情，今天也會來看到是美國的武器已經全面上膛了，不管是林肯號快要到波斯灣，戰斧巡弋飛彈，還有各種的戰機，不管是 F-15或 F-35也都準備好了。這是第一波就要打貪伊朗嗎？最後今天會來關心到伊朗現在核武的進度，因為呢，川普在論壇上面已經直接最新放話，他說伊朗2個月內就可能擁有核武了。那美國會不會直接乾脆先下手，把核設施放在第一波打擊就把它處理掉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談了很久的林肯號現在已經快要正式的開進在波斯灣了，預估在數小時內就會殺進波斯灣。現在歐洲的航空公司也都拉起警報了，要求說航空公司陸續宣布不要飛往以色列跟波斯灣的航線了。另外一方面也被看到說，美國的運輸機跟空中加油機也都逐漸的抵達在中東地區了。趕快來看到現在 X 網上面特別列出了美軍在中東的火力網，一系列的從不管它的是航母、它的飛彈、它的巡弋飛彈到戰機已經全面準備上膛。趕快來稍微盤點一下，包括林肯號搭載了6個戰機的中隊，並且有伯克級驅逐艦配備大量的戰斧飛彈。現在預估呢，戰斧齊射能力可以到358枚，如果再加上這個航艦打擊群的話，可以高達450多枚。而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戰機也都已經準備好了 F-35、F-15、F-16，甚至還有 A-10攻擊機。那我們來看到伊朗方面也是現在喊說已經全面備戰了。伊朗的方面則是準備的是，除了哈米尼坐鎮碉堡地下化之外，他們有武器的走私線跟核倒數。趕快來也列一下，伊朗現在全面備戰做了哪一些準備？哈米尼現在已經在地下碉堡指揮作戰，並且傳出他已經在這個碉堡裡面選好未來的接班人選，以備不時之需。而且另外一方面，他們在這個地下的基地也有各種的準備，尤其在7年前，他就已經在敘利亞跟伊拉克的邊境蓋好了這個地下的基地，主要就是用來儲存飛彈、運送武器、支援伊朗跟他的附屬民兵，更是向真主黨來運送武器的重要路線。航空，我們來看到革命衛隊則是透過民用的航空公司，他們可以規避各種的國際制裁，偷偷的走私各種伊朗所需要的，不管是武器、資金，甚至到設備等等。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來特別盤點一下，現在哈米尼已經正式進入到地下碉堡了，是全面備戰模式。而地下化，我們剛剛提到的，不管是藏兵這些飛彈、影子的航空走私到核武的發展，這種拖不垮的戰爭會不會讓美國進入長期消耗戰？那美國這次祭出的各種武器，不管是航母、它的戰斧 F-35，是威嚇還是準備開打？小艦長怎麼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所有的航空母艦除了福特號，它現在還在加勒比海之外，其他的都在這張表上，也就是尼米茲級的。那淺藍色的，也就是最近有動態的部分那如果說我們看到在這一個
在這個美國西岸的部分啊，其實有動態的就是羅斯福號。那另外這邊就是我們看到的。林肯號它已經進入了阿拉伯海了。那實際上來講，它的戰機的作戰半徑也已經涵蓋了伊朗了。那另外呢，比較特別的一件事，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也就是這一個羅斯福號。羅斯福號它已經從聖地亞哥起航了。另外還有一艘，也就是布希號。布希號它原來的位置呢是在這一個諾福克，也就是美國東岸的部分，它出海了，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動態或消息，我們都應該要懷疑啊。例如說像這一個羅斯福號或者以及布希號都是後備準備要進入到前往波斯灣的部分了。那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一張呢，也就是實際上來講在22日，那也就是多天前啊，這個林肯號它的一個400海里的一個作戰半徑，其實就已經接近了，那現在已經涵蓋了。那除此之外，我們講到大軍未動，糧草先行。那我們現在看到的，也就是有關於 C-17這種空中霸主的這種運輸機，它已經從歐洲不斷的向這個無論是約旦或者是這一個以色列進駐運輸各種的裝備啊，那這種裝備呢到底是什麼？我們目前不得而知。而且實際上來講，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我們應該要看到這一點，那也就是迪亞哥加西亞島的部分。但是很可惜的，也就是最近15天，迪亞哥加西亞島它都是這個。被这個白牆啊，也就是白雲密布，我們看不到任何的一個部分啊。那有關於剛剛我們講到說那個可能的動作，其實都跟去年的6月17五月之錘的狀況有點像。不過這一次可能它的打擊的目標點以及它的一個攻勢會更為強勁哦，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這邊就是林肯號。那這邊呢，其實有很多的說法，像這張圖，它上面寫的是艾森豪號，可是艾森豪號現在才剛剛出發而已，它要到達地中海還需要最起碼2個禮拜的時間，所以應該也不是。那但是我們剛剛講到說有關於這一個伯克級驅逐艦，因為原來在這個中央司令部轄下，在這個波斯灣這邊原來就有部署，所以它也可以作為第1級的一個目標啊。是，那也就是其實伊朗早就知道它可能會面對這種打擊了，這個已經大概這個圖片已經超過5年以上了哦。也就是 BBC 當年訪問伊朗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它所有的這個其實因為我們只截一張圖啊，它是一望無際的，通通就是它的它的地下掩體裡面全部通通都是這些彈道飛彈。那另外他們還進行過校閱的這個動作啊，所以我們說其實美國跟以色列面對這個伊朗可能的反擊，就像當年5月之錘之後所遇到的，我們看到這個一個一個後面拖的白色尾巴的，全部通通都是彈道飛彈。那這些彈道飛彈為什麼後來對於以色列造成重大的打擊？因為以色列沒有辦法，大家不要認為這個是由鐵穹，其實它有更厲害的，也就是大衛投石以及劍士2世、劍士3世，但是那個造價都非常昂貴，因為劍士3世它可以飛到的高度已經高達了2000公里，剑士1世是1000，劍士2世是1000公里啊。那也就是說，這麼多彈藥的一個耗損，無論是2世或劍士2世或劍士3世，還有美國部署的薩德，其實這一些累積起來都是天價，而且它的數量不足。至於說他們現在要攻擊的這個，可能是就是有關於地下核設施的部分。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是上一次被攻擊的納塔斯的部分了。可是現在他們挖了一個更深的，也就是之前的碉堡克星的範圍的攻擊的有效範圍更深的，那也就是這一塊啊。那個也就是美國為什麼這麼急於動手，拿着一些就是伊朗內部的問題，然後就來做事。其實真正的目的是因為他們要遏制
伊朗的這個核彈的一個研發。是，確實哦，川普已經說他預估2個月內伊朗就可以造出核彈。針對剛剛的同樣的問題，委員又怎麼看？美國大軍調動有威嚇的成分，也有實際要進行攻擊的計劃，但是這裡面啊，真正的關鍵是到底美國的情報靈不靈？如果美國情報很靈，它會很迅速的進行攻擊，那也可以很迅速的撤退。那如果美國的情報不靈，那可能要拖一段時間。情報靈不靈是什麼意思？就是說，這些教士集團的領導人大概有30個人名單是在美國的鏟除的名單上面。啊，比如說哈米尼躲到哪裡，你能不能知道？啊，儘管他地下碉堡，美國有鑽地炸彈啊，有各種方式啊，可以来進行攻擊。如果沒有辦法把這30個教士集团的頭目給鏟除，那伊朗的這個問題還是會一直存在。伊朗的問題就是教士集团貪污腐敗跟動不動就是要恫嚇其他國家的問題哈。那第二個就是革命衛隊的頭目也有50幾個人啊。那為什麼說這50幾個革命衛隊的頭目加上30幾個教士集團頭目一鏟除以後，伊朗就會風平浪靜，回歸正常？因為這些人都是阿塞拜疆人，這是伊朗很獨特的歷史原因，就是滿清皇帝少數統治多數，伊朗人沒有一個人當中國大陸官，通通是滿清皇族，你就知道這個很特殊。所以只要這一些人鏟除的話，他的整個國家的權力就會回歸到民選的總統、民選的國會跟民選的政府身上。他不是沒有，而是什麼？他根本就是擺個樣子的。而真正的什麼？這個總統啊，不是位階最高，也不是權力最大，反而教士集團不用選舉的，位階最高，權力最大。那教士集團是靠他們組織的革命衛隊來保護，來進行恐怖統治。那目前這個整個伊朗的國家的石油收入是怎麼分配啊？你就知道他為什麼要控制這個國家，因為伊朗的那個財政部只收到30%的收入。另外40%歸革命衛隊，30%歸教士集團，你就知道這個集團貪污有多麼嚴重。對，所以面對這個狀況呢，美國除了說目標可能要攻擊核設施，目標可能也要攻擊他的導彈庫，但更重要的是鏟除這80個人才是他美國的當務之急。而且這80個人在伊朗的社會裡面也失去了他的威望了，所以現在鏟除是個好時機。可是問題是你情報到底靈不靈啊？像以色列在鏟除真主黨的時候，那情報準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那你現在能不能對伊朗有這麼準確的打擊力？如果有的話，美國就會很快的動手啊！而且這個動手，中國、俄羅斯又不能說什麼啊，因為中國、俄羅斯自己也知道，這個伊朗這個教士集團已經到了滿清末年了。是第一個你是少數民族，第二個你是外來人。第三個，你透過回教去控制這個國家，反而大多數的伊朗人是被統治的，只能選出一個沒有權力的總統所以這樣的一個特殊的環境是給這個美國很好的機會，只剩下看情報靈不靈而已。好，所以美國的目標很清楚了，包括了伊朗的重要的80位領袖，還有導彈庫跟核設施。尤其現在川普說了嘛，在2個月之內，伊朗就可以擁有核設施。所以美國會不會趁這一波的打擊，首要目標就直接瞄準在伊朗的核武呢？還是有可能這個只是要打仗的一個說法？楊老師怎麼看？我們先看去年6月。應該是22號，就是美國對於伊朗的幾個核設施，主要在3個地方，一個叫納坦茲，這是最主要的核設施場；另外一個叫福爾多，也是一個核設施跟研究中心；還有呢，一個叫布什爾的核電站，進行用 B2 轟炸機，用 GBU-57的巨型炸彈，就是穿下去。我們到時候那個時候都看到，就是有很多那種洞穿進去。那當然，第一時間川普宣布是一個大的勝利。雖然後來我們聽到美國軍方有一些說法，說好像沒有真的鏟除掉伊朗的核設施，可是看到了9月份的時候呢，《紐約時報》綜合了一些各方面的這個評估，那覺得這一次的轟炸對伊朗是造成很嚴重的這個核武發展的重創，大概
過去這15年來第一次使得伊朗失去了製造核武的途徑。那途徑指的可能就是來源、設施、濃縮鈾等等之類。那到底現在它還有沒有核設施？我個人覺得應該某種程度還是有，還人員也有一定的存在。那有沒有意願或者是這個時機點再去重啟？其實應該被轟炸之後第一時間他就思考到重啟。這一陣子的內部的動盪會不會使得革命衛隊最高領袖想要再重啟？我覺得只有加速，因為他們知道對他最大的威脅可能不是來自於內部，而是來自於美國和以色列。因此，美國當然也看到這些訊息了，以色列當然也看到了這些跡象。你人員的調動啊、物資的移送啊等等之類，都很清楚可以掌握到的。所以，川普大概才會說2個月。但到底到什麼程度，這作為一個很大的問號。因為有時候這個程度跟細節決定很多東西。可是，其實對川普而言那我覺得一旦有這種疑慮對一個像有核武準備的這種你的對手，你只能夠用最寬鬆的角度來去做評估。你不要問太多的細節，因為一旦他真的有核武或者他做起來之後，那整個局勢就改變。因此，現在他如果可能會打的話，我覺得大概3個原因。第一個就是針對核設施，要阻止你現在繼續去發展，那這當然消滅這種未來的隱患。那第二個當然一種警告，但這個警告其實跟打擊的第二種可能也是，他除了核設施，他會不會去打斬首？對，或者是軍事設施，那這些作為跟打核設施一樣，其實也在推動政權的改變，也就伊朗內部政權的改變。他不用地面部隊，他用打核設施的名義，他用斬首的方式，然後推動伊朗內部的這種動盪，然後呢政權的改變。當然還有一個就是，他要保護美軍的基地跟以色列，這個也就是說，在針對核設施上面他的這個評估。不過我們現在可以回過來看當初去年6月22號。美國轟炸伊朗的核設施，可以說只能這樣評估，但打得不乾淨，對，一定留下了一些東西。那現在呢，又有重啟的可能。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